這是發生在四川南充的靈異事件，驚恐程度堪比最驚悚的電影橋段。這個靈異事件曾是川渝2代人童年揮之不去的陰影，當時甚至没人敢半夜出门，更別說走夜路了。當然，這也是震驚全國四川南充僵屍事件，甚至是我國土葬改火葬的一個導火索。那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？保持你的好奇心，我們點個關注，點個讚，接着往下看。在1995年的成都僵屍事件中，因為成都的一次考古活動裡面，相關的考古队發掘出3具清朝古屍，但是根據当地人的傳說，大體為這3具僵屍在被考古队发掘出来之後，就發生了所謂屍變的情況，並且在成都城裡面，當時根據相關的傳說，還有小學生被僵屍給咬傷。那麼當年的官方層面的說法，所謂的僵屍咬人事件，就是一起狂犬病病人因為相關的疾病發作才導致咬人的。但這個說法顯然有點站不住腳，因為就在所謂的成都僵屍事件之後，中國就開始了大力推进火葬制度。目前可以掌握的比較接近事實的說法，是在1995年，四川地区開始傳出了僵屍咬人的說法，並且還有太陽下山之後，僵屍才出來咬人的傳說。那麼，這些所謂的僵屍究竟是怎麼來的呢？有人說是在青城山九老洞有許多古代的遺骸，僵屍就是從這裡跑出來的。也有人說，這3具僵屍是在青城山上面發現的古代屍體，因為處理不妥當，因此成為了僵屍。還有一種流傳最為廣泛的說法，那就是在一次武侯祠旁邊的考古活動裡面，發掘出3具穿着清朝官服的古屍，因為有着極高的科研價值，因此一時半會考古隊也沒及時處理。根据坊間說法，就在當晚，僵屍就消失不見了。不久之後，成都地區就有僵屍咬人並且咬死人的說法。因此，在這種社會氛圍之下，很多成都地區的小學生甚至不敢上學。很多成都地區的網友回憶說，當時的成都，甚至是整個四川地區，都籠罩在所謂僵屍的傳言之中。對此，政府和電視台方面也是多次進行了相關的闢謠，而當時闢謠的主要層面和說法，主要還是從人體的生理結構層面，表述人在去世之後的確可能還能活動一段時間，但是從科學的角度，絕對不可能出現蹦蹦跳跳的僵屍。但是對於還是上學的小學生来說，這些闢謠並沒有什麼用，甚至在相關的闢謠之後，有關於僵屍的說法以及傳聞，進一步的加大了其在社會層面的影響力以及相關的知名度，一直到最後，有坊間的說法，政府用噴火槍燒死了僵屍，這件事情才慢慢的平息了下来。不過，很快在府南河地区又出現了所謂的僵尸咬人事件。当時因为客觀的社會情況，因此整個社會對於所謂的僵尸的說法還是比較認可的。因為四川的府南河是一個比較邪門的地方，經常有人在府南河淹死，甚至在政府改造的時候挖出過不少的屍體和白骨，甚至還有成都地區的僵屍順着長江來到上海的說法。在當時的情況下，整個社會都處在僵屍的傳言下，甚至在成都等地區的學生上下學過程中，還給學生配置了桃木劍和十字架。那麼，這一波殺傷力極大的僵屍事件，最終走向了什麼樣的結局呢？根據當時的說法，最終成都軍區對於這件事情也是保持了極高的關注度，而最後成都軍區也親自下場來闢謠相關的說法，
當時的成都軍區對外也表示，不存在所謂的僵屍咬人的情況。所謂的咬人，只是成都地區有一位狂犬病患者，在疾病的發作下，存在這位狂犬病咬人的情況。而這狂犬病的由來，細細想來也是比較的有戲劇性。整個事件的發作居然還和一頭豬產生了關係，因為當時成都的一個農村，有一隻患有狂犬病的狗，意外地咬死了一頭豬，並且在口水等的傳遞之下，狂犬病也就隨着這頭豬的傷口來到了這頭豬的身上。很快，這頭患有狂犬病的豬被宰殺以後，端上了餐桌。當時食用這頭豬的食客，在這種傳播渠道之下，也因為食用了可能並沒有煮熟煮透的豬肉，也意外地感染上了狂犬病。因此，這位狂犬病患者也來到了大街上，開始咬人。因為在當時，對於得狂犬病之後的病患自身情況，還有很多人沒有相關的科學知識，再加上上文提到的考古队古屍的消失，湊巧之下，才讓人意外地覺得是不是僵屍咬人了。但是也有人認為軍方的說法存在一定的漏洞，因為狂犬病的病理並不是馬上就表現出咬人的情況，因此也有人覺得當時的軍方也沒有合理的調查出相關的結果。再加上在僵屍咬人之後，我們國家馬上大規模地推出了火葬，這也讓人對于所謂僵屍的說法感到十分的浮想聯翩。但是在軍方給出相關的解釋後，成都地區的所謂僵屍咬人事件也的確沒出現過。不過在大自然中還真有一種叫鐵線蟲的寄生蟲，這種鐵線蟲寄生在螳螂體內，然後就能控制螳螂的行動。雖然從外表來看，螳螂還活着，其實已經是一具軀壳。這只螳螂的身體已經被鐵線蟲完全控制，只剩下了軀殼。最終，鐵線蟲可以控制螳螂，讓它掉進水裡淹死。不過，從相關的土地面積利用率以及未來的老齡化來看，對於傳統的土葬，的確還存在比如傳播傳染病的情況。因此，所謂的在僵屍事件之後才推行的火葬，其實這種唯心主義般的說法，的確也是站不住腳的。